1块钱都不敢乱花了。中国富二代开始过苦日子了。没错，连县城的顶级富二代都撑不住了。在这个富也富不起来，穷还在继续穷的时代，过去靠房地产、建材、投资一夜暴富的县城家庭，如今开始过起了沙县小吃家公交出行的节俭生活。不是没钱，是怕没未来。24岁的江苏男孩文涛是县城公认的顶配富二代，家里3层独栋别墅，上千平米实用面积，120平米独立卧室，车库停着豪车。但他每天的生活却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：小心翼翼。他说：“我们家的钱是省出来的，1块钱能解决的事，绝不花10块。吃饭，自己炒或者沙县小吃；出门，坐公交、高铁必选2等座；衣服，能穿3年不换的，坚决不换。就连家里的风扇、微波炉都是父母结婚时的老古董。这不是怀旧，而是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深感恐惧。”他的父亲曾是装修工人，靠着2010年后房地产暴涨的东风，做木纹地板起家，配上母亲果断的房产投资，一路把资产做到了上亿。那时的他们是县城里别人家的爸爸妈妈，是亲戚眼中的传奇。可现在传奇开始沉默，爸爸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文涛说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父亲闲了下来。过去每天在外谈项目、盯工地、接生意，现在则是修剪花草、晒太阳、喝茶。不仅仅是他父亲，整整一个阶层的人都开始悄无声息地撤退了。他们不再冒进，不再投资，不再拼搏，而是选择保命，选择退守。以前不懈的收租养老，如今成了他们的主旋律。文涛说，家里的主要收入已经从实业变成了靠租金。是的，从制造财富到保护财富，再到接受财富缩水，这就是中国富人过去5年的心理变化过程。你要是还以为富人过得好，那你就真的太天真了。这是高净值人群消费心态及行为研究报告2025中最扎眼的一句话。根据胡润研究院的数据，中国净资产60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有512.8万户，净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家庭为206.6万户，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家庭13万户。而那些总资产2亿元以上，曾经可以随便在纽约住半年的国际富豪，如今只剩下8.6万户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数字连续2年下滑，高净值家庭同比减少 0.8%， 超高净值家庭同比减少 1.7%， 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更是断崖式下降 2.3%， 整整2000个亿级家庭从名单中蒸发。这些人去哪了？不是跑路就是破产，不是裁员就是退场。财富正在重回原点，阶层正在一夜归零。而这背后的罪魁祸首早就摆在明面上：股市低迷，房地产失控，消费紧缩，失业率飙升。从2021年到2025年 ，A 股主要指数震荡下跌超 25%， 多个蓝筹股腰斩，富裕家庭压舱底的股票账户一片血红。房地产呢？2021至2025年，中国百城新房价格累计下跌超过 23%， 而县城的跌幅甚至更高。多个地级市的房价已回到2016年水平，房产投资者纷纷套牢，租金上涨遥遥无期，收租养老变成收租赔本。所以别再说什么富二代躺平，他们根本躺不下去。他们只是比普通人更早嗅到这个时代的烂尾味，提前进入了危机模式。过去县城的顶级富人最爱炫富，豪车开进学校接孩子，动不动就是聚餐买单、家宴排场、请人打理别墅。但现在他们变得沉默了，低调了。
有人甚至悄悄把豪车卖掉，换成普通 SUV。有些人一整年没出国，连市里的高档商场都很少去了。最根本的原因不只是经济下行，更是怕惹事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共同富裕不只是口号。监管层打击非法致富暴富神话的案例层出不穷，大型家族企业被罚款、被重组、被查税，谁还敢高调？在低调生存成了县城富人共识的背景下，像文涛这样的富二代也学会了沉默和隐忍。他曾直言不讳地说，现在连朋友圈我都很少发，不知道哪句话就给我爸惹麻烦。从外界看，县城富二代吃沙县小吃像个段子，像个反差萌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这是全家都认同的生存策略。他们很清楚，财富不再像过去那样随便一搞就翻倍了，反而是随时可能腰斩。他们开始讲究理性投资，消费保值，现金流稳定，哪怕资产过亿，也要守住底线。如今，不光是普通人勒紧裤腰带，就连过去最不差钱的一群人，也开始一块一块的精打细算。而这才是中国经济现状最真实的写照，连富人都不敢花钱了。如果我接班，万一亏了，我爸一辈子的努力就没了。这是文涛说的原话，听着心酸，但很真实。他明知道父母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家业已经不再具备增长性，甚至存在风险，但他更明白，如果轻举妄动，就可能亲手摧毁整个家庭的经济根基。这不是一个人的抉择，而是成千上万县城富二代的共同选择，不接班，留在县城做稳定职业，保守理财。2025年6月，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发布的《中小城市青年家庭发展趋势报告》指出，在县域或3线城市出生的富裕家庭子女中，仅有 12.7% 选择回家接班或参与家族产业，而近 53% 的人选择考公、考编或做稳定岗位。也就是说，过去拼命把孩子送出县城的那批富人，最终的结局却是孩子又回来了，但不是为了接棒，而是为了躲风险。因为这个时代，企业是负资产，稳定才是稀缺资源。回大城市不如回县城，富二代的逆城市化。在许多人的印象中，富二代应该是住北上广深，喝咖啡，穿香奈儿，谈投资，玩基金。但现实却是，越来越多的富二代主动选择逆城市化，回到县城生活。不是他们不向往大城市的繁华，而是他们承担不起那种高风险的竞争与生活压力。2024年底，中国统计局公布的人均收入报告显示，北上广深人均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，但住房、生活、教育、医疗成本极高。而县域城市人均年收入为 4.5 万元左右，但消费支出明显更低，压力指数仅为1线城市的 42%。也就是说，在大城市拼命也可能入不敷出，而在县城，哪怕是躺平，只要有一点存量资产，就可以过得有安全感。安全感才是这代富二代最缺的东西。他们亲眼看到父母过去的冒险换来今天的焦虑，看到太多家族企业人走茶凉，实体工厂断链停摆，资产投资血本无归。于是他们不再幻想接力冲刺，而是选择就地停稳，住在父母的老别墅里，守着花园晒太阳，把消费压到最低，用时间换安全。听上去像逃避，其实是理性，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决策不慎，可能就是全家的命运归零。你会发现，过去10年，中国社会的关键词是机会、风口、暴富、创新。但最近5年，关键词已经悄悄变成了稳住、别动、省着点、先苟住。这是一个系统性转变，富人不敢投，穷人不敢花，中产不敢动，年轻人不敢想。一切都在收缩，一切都在退守。
经济学家郑炳文曾提出一个公式：居民财富结构等于房地产加股票加现金加企业资产。这4大项在过去5年里，除了现金之外，几乎全部经历了严重缩水。房地产2021年至今，全国70城新房均价跌幅超过23%，且下跌仍在继续。股票市场2022至2024年，沪指从3500点跌到2900点以下，2年蒸发超13万亿市值。企业资产，民营中小企业大规模关停。据2025年5月国务院数据，仅前4个月就注销企业达167万户。这意味着中国人靠过去逻辑累积的财富体系正在整体松动，甚至崩溃。所以你会看到文涛们不再追求更上一层楼，而是在做财富防腐，不让自己滑下去。他们穿优衣库，却买的是保值款；用老风扇，因为新的不代表稳定；坐公交不是为了环保，而是为了规避不必要的炫耀。他们的选择看似保守，实则是对整个经济周期下行的精确反应。你以为这是个别人的故事，其实这是一场全社会预演。县城富二代今天的节制，就是中产家庭明天的现实。据贝壳研究院2025年数据，全国80%的城市家庭在购房上的杠杆率超过45%，而60%的2线以上城市家庭金融资产不到20万元，真正的富裕抗风险能力近乎为零。一旦房价下行，收入下降，消费紧缩，整个家庭就会迅速掉队。教育断供，医疗缺钱，房贷断供，资产缩水，甚至连孩子留学计划都要取消。你不节制，市场会替你节制；你不主动求稳，风险会替你斩立决。过去20年是谁跑得快谁赚钱，未来20年是谁活得久谁才活着。而县城的富二代们已经先行一步，用他们的克制、节俭、低调，打响了家庭财富保卫战。这场战争没有硝烟，没有敌人，只有一个冷冰冰的命题：中国人准备好了吗？